巧合、同名與四度合作，李沁與肖戰被放大的緣分學究竟從何而來？在流量與情緒推動輿論的時代，只需一張照片、一句文案，乃至一個昵稱，便能成為網友討論的引信。近日，李沁在綠洲發布的一張奶茶照意外登上熱搜，照片中寫着一句文案：晚點遇見你沒有關係，但願餘生都是你。這句話看似治癒，卻因其氛圍感十足，再次點燃沉寂已久的戰沁 CP 討論。然而，若要深入追溯這場討論的源頭，會發現這並非一場突然出現的課堂狂歡。從兩人的合作經歷，到粉絲昵稱的巧合，再到多年以來斷斷續續的蛛絲馬跡，所有因素共同勾勒出一條讓網友津津樂道的緣分線索。不過，將其視為兩人戀情的確鑿證據，顯然仍為時尚早。本文將從多個維度拆解這場關於巧合的網絡狂潮，並還原其背後的真實語境。一、從一張奶茶照開始，為何再度激活戰沁情緒？李沁在綠洲的一張照片引發的不是奶茶熱度，而是文案的延伸解讀。但願餘生都是你。雙引號，這句話恰好與此前肖戰主演的電視劇《餘生，請多指教》有文字上的關聯，於是被部分網友視為曖昧信號。事實上，在娛樂圈，明星隨手的生活分享常常會被放大理解，一句文案、一個物件、一條路線都可能成為 CP 粉找糖的依據。但需要強調的是，文案表達多為情緒類表達，未必指向特定對象，更無法作為戀情實錘。不過，這張照片確實成為了一個契機，讓沉寂許久的戰沁 CP 超話再次活躍，也推動網友重新開始考古。二、小飛俠的巧合同名，是偶然也是誤會。讓討論進一步升級的是，由網友翻出李沁2012年至2013年的舊微博，發現他過去曾自稱小飛俠，這與如今肖戰粉絲的官方名稱小飛俠高度重合，引發大量猜測。是巧合？是暗示？是早有預兆的緣分？看似浪漫的聯想，但拆解時間線就能發現問題所在。時間線不吻合。時間點：李沁肖戰2012年至2013年因出演角色於飛，在微博偶爾自稱小飛俠，仍為大學生，未出道。2015參加燃燒吧少年以練習生身份出道，粉絲命名時間出道後，由肖戰本人在應援內容中提出小飛俠的寓意。由此可見，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因人而來的指向關係，含義完全不同。李沁的小飛俠源自角色於飛，角色外號；肖戰粉絲的小飛俠源自彼得潘意象，代表永葆童心、勇氣、純粹。網友將兩者強行聯繫，更多是 CP 文化中常見的過度解讀。不過，巧合同名確實為網絡討論添加不少趣味性。肖戰解釋過粉絲名寓意。肖戰曾公開表示，小飛俠象徵粉絲像彼得潘一樣保持純粹與勇氣，與任何個人無關。他甚至將粉絲畫成小飛蝦，因此粉絲又自稱蝦姐。綜上，兩個小飛俠的相遇更像巧合，而非關聯。三、四度合作，網友認定緣分的最大來源。兩人從彼此完全不相識，到如今被頻繁綁定討論，真正的分水嶺是合作作品的累積。據統計，李沁與肖戰在2年多的時間裡合作了4次，包括電視劇、電影等項目。這樣的合作頻率在娛樂圈並不常見，因此被網友視為緣分深厚的主要依據。合作頻率為何高？原因並非情感線索，而是項目公司與資源鏈高度重合。他們合作的作品大多出自同一家制作公司——新力傳媒。
李沁是新麗的簽約藝人，肖戰因《誅仙》等作品與新麗有長期合作。新麗傾向使用穩定可靠的演員組合，因此反覆啟用雙方非常正常。換句話說，他們之所以多次合作，更多是產業運作規律，而非私人因素推動。合作及曖昧是網友濾鏡。在 CP 氛圍強烈的大環境中，只要兩人同框，就能嗑到糖的心理，使部分網友傾向將工作互動解讀為情感信號。但從專業角度來看，多次合作更像是市場選擇加公司安排的結果。4. 小仙女與留言互動被再次翻炒的舊糖。網友常提及的一點是，肖戰曾在李沁微博下稱呼她小仙女。這個稱呼確實存在，但需要釐清背景。時間點多在2017年前後，屬於普通藝人之間的互動。肖戰對好友藝人的稱呼本就多元，如小公主、女神等，不具有排他性。社交平台的稱呼並不足以作為情感證據，但這一細節被反覆截取、組合，變成一顆糖，成為 CP 文化的經典素材之一。5. 滑雪事件與工作室聲明，緋聞真正爆發的轉折點。戰沁 CP 真正形成大範圍討論，是從2023年10月的緋聞開始。當時有網友發現，肖戰與李沁2017年曾與共同好友臧洪娜一起滑雪，合照中的一些細節被過度解讀為關係曖昧，各種巧合剪輯迅速在短視頻平台傳播。對此，李沁工作室第一時間發布聲明，明確2點：李沁單身，滑雪屬於好友間正常聚會，並將聲明置頂至今，態度非常明確。從職業角度分析，若存在真實戀情，工作室通常不會迅速否認，更不會置頂公開聲明。因此，這次事件屬於典型的網友自嗑引發的輿論誤會。6. 感情狀態，雙方都明確傳達過單身與專注事業。李沁的態度，多次在採訪中提及自己單身，曾在2017年許願希望可以脫單，但至今仍未如願。情感方面比較隨緣，不會高調公開私人生活。肖戰的態度，曾表示當下階段談戀愛等於失業。經紀團隊從練習生時期即強調工作優先，謹慎戀情。他也說過期望35歲後再考慮婚戀。目前事業上升期明顯，檔期緊張，私生活極為低調。二人的態度都非常明確，目前重心在事業，不在戀情。7. 網友最津津樂道的緣分，從張若昀夫婦到劇組軼事。除了合作作品，多年來網友格外喜歡挖掘各種趣味巧合。其中最有名的2條是：李沁曾是唯一一個親過張若昀和唐藝昕的女演員，肖戰是唯一一個被張若昀夫婦共同上過藥的男人。這些巧合完全屬於劇組工作的正常範疇，卻因看起來好玩又巧而被網友打包命名為奇妙緣分。這類內容更偏向娛樂話題，具備趣味性，但不具備情感指向性。8. 為何網友願意相信他們般配？在輿論場中，一些明星組合之所以能被頻繁嗑 CP， 通常有幾個共同特點：氣質相近，外形和諧。李沁與肖戰都是清冷、文藝氣質的代表，站在一起畫面感協調。演技與作品合作帶來的化學反應，劇中或戲外的默契容易讓觀眾產生代入。雙方粉絲群體的寬容度較高，相比其他明星 CP， 這對的粉絲衝突較少。合作頻率形成故事感，合作互動新合作的節奏，讓 CP 文學容易持續。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自然會讓網友覺得他們真的挺般配。雙引號。然而，般配來自觀眾視角，
與現實關係並不等同。9. 總結：所謂戰親戀情，更多是網友自己的浪漫敘事。縱覽這些年所有被討論的證據，同名小飛俠巧合加誤讀，微博留言互動普通社交互動，多次合作公司資源結構原因。2017滑雪好友聚會以官方否認戀情，文案引發聯想網友自行拼圖。至今為止，並無任何實質證據能夠證明兩人存在戀愛關係，他們的緣分更多來自合作經歷、氛圍感、CP 文化的二次創作。網友希望好演員配好演員的浪漫想象。換句話說，網友嗑到的更多是故事性、可能性與畫面感，而非真實發生的情感線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能被嗑到如此熱烈，也說明兩位演員擁有極高的公眾好感度與熒幕適配度。結語：娛樂圈的浪漫多半誕生於想象，真正的愛情需要當事人親口確認。在那之前，所有的課堂都只是網友的快樂源泉，不該越界成對藝人的現實壓力。無論如何，李沁與肖戰的合作依舊令人期待，他們的緣分也許會繼續以作品的方式延伸。至於戀愛，讓時間自己給出答案。